二戰期間，日軍經常轟炸重慶和延安，為什麼不乾脆空降部隊來個斬首行動呢？說起空降作戰，這玩意兒在歐洲戰場確實玩得挺溜。德國閃擊西歐的時候，空降兵就跟尖刀一樣，直插敵人心臟，還成功救出過墨索里尼。可要是把目光轉向東方日本的空降部隊，畫風就完全不對了。其實抗戰一開打，日本就琢磨着怎麼快速逼中國投降。從1938年2月起，他們对重慶的大轟炸持續了6年多，延安也挨了3年炸，前後被炸了17次。可炸來炸去，中國軍民的抵抗意志一直是沒垮，两座城市反倒越轟炸越硬气。那為什麼不乾脆空投部隊直接打掉指揮中樞呢？道理很簡單，不是不想，而是做不到。日本那時候压根儿就沒有独立的空軍，飛機都是陸軍和海軍的附屬品，空中作戰研究基本是空白。當歐美強國早就有模有樣的搞起了空降部隊，日本直到1940年才想起来要建一支，建是建了，可装備没有，訓練稀鬆，連正經的跳伞課都没上過幾次。更離譜的是，選拔伞兵跟抽籤似的，有些兵上了飛機才知道自己有恐高症，日常訓練那是笑話不断，2架運輸機起飛沒多遠就撞到一塊兒了，伞兵還沒跳傘就先報銷了。還有一次，駕駛員把降落點看錯了，直接把一飛機的人投進了大海。等到太平洋戰爭一開打，日本那點有限的空中資源全被抽去跟美軍拼命了，哪還顧得上中國戰場？後來在冲繩戰役中，這支傘兵部隊被美軍順手就收拾了。所以不是日軍不想空降重慶延安，是他們這支傘兵部队別說斬首了，能不把自己摔死就算萬幸了，真把他們投過去，估計跟集體送人头沒什麼區別。